你是一个有选择困难症的人吗？小到今天要喝大冰奶还是无糖绿，大到我们要不要换工作呢？还有要不要结束这一段关系？我们每天都在做决定，但也每天都在为了万一选错了怎么办而感到焦虑。你害怕选择了 A 就失去了 B 的可能性，你也害怕说万一这个盒子打开了，结果跟我想的不一样，那怎么办呢？今天我就想要以生物工程师的视角来跟你分享，我要教你如何利用量子力学叠加态的这个思维，在盒子打开之前就拿回你的人生主控权。大家好，我是 Dr. 静宁，微生物学博士，生物工程师。在实验室里，我们经常要面对假设检定，也就是说，在数据出来之前，所有的假设都有可能是对的。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，曾经让我这个凡事要求精准的人感到非常的窒息。直到我深入研究了量子力学的决策逻辑，我才发现，原来犹豫不决本身对于我们的能量就是一个巨大的内耗。首先，就让我们来复习一下那个让无数人都感到头晕的物理实验——薛丁格的猫。现在想象一下，有一只猫关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，里面呢有一个随机会释放毒气的装置。在你打开这个盒子观测之前，根据量子力学，这只猫就处在一个既是死的又是活的一个神奇状态。那这种状态呢，我们就称为叠加态 （superposition）。只有当你打开盒子看向里面的那一刻，量子系统才会发生坍缩，变成一个确定的事实。那这个事实就是猫要么是死的，要么是活的。那在物理学家的眼里，就是因为你的观测而决定了事实的走向。那为什么这个物理实验可以解释你的焦虑呢？当你在犹豫要不要出国留学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其实已经创造了两个平行宇宙。在 A 宇宙呢，你顺利的出国留学，并且拿到了学位。那在 B 宇宙呢，你并没有出国，你留在了台湾，但是你也发展得很好。那在你还没有做决定，还没有打开这个盒子之前，这两个可能性都已经在你的心里叠加在一起了。你之所以感到痛苦，是因为你想要同时拥有这两个宇宙的优点。你害怕一旦做了选择，另外一个宇宙的成功以及繁荣就会消失了。这就是机会成本的焦虑。你并不是怕选错，而是怕失去了这个可能性。你把自己困在那个既生又死的盒子门口，结果就是你哪里都去不了。这种长期维持叠加态的过程，会疯狂的洗劫你的大脑能量，所以你就会感觉到精疲力尽。既然现在我们知道了焦虑是来自于不确定性的叠加，那我们要怎么破解它呢？第一个，接受坍缩的必然性。你必须要明白，宇宙的规则就是这个盒子迟早都是要打开的。与其让时间帮你做决定，也就是被动的坍缩，还不如你主动去打开这个盒子。当主动权在你手里时，你才是那个玩游戏的人。第二个，量子决策法。设定一个观测期限，给自己一个开盒时间。举例来说，你可以告诉自己，这件事我就纠结到明天下午3点，时间一过，我就会随便选一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科学告诉我们，对于两难的选择，通常这两个选项的期望值是差不多的。决定本身往往会比对的决定更重要。第三个，专注于坍缩后的演化。当你选择了 A，B 的宇宙确实就是消失了，但是 A 的宇宙才刚刚开始演化。一个好的决策者不是选到最好路径的人，
而是选择了之后有这个能力把这条路走好的人。其实，在人生这场大型的量子实验里，我们每个人有时候都像是盒子里的那一只猫，在你不敢做出选择、不敢展现真实的自我，以及不敢对生活表态的时候，你就处在一个模糊的叠加态中。你看起来什么都有可能，但实际上你什么都不是。唯有当你勇敢地被观测，勇敢地做选择，你的人生才有可能从几率云中跳出来，变成一个实实在在、有血有肉的你的故事。所以啊，不要害怕打开盒子后的结果，因为这只猫不管是死或活，你都已经结束了等待，开始了真正的生活。你现在手边是不是也有一个迟迟不敢打开的盒子呢？或者你曾经做过哪一个决定，让你觉得人生从此不一样了？都可以在留言区跟我分享哦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部影片帮你克服了一点点的决策焦虑，不要忘了要给我一个赞，同时分享给大家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Dr. 静宁，愿你有勇气打开你的盒子。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